当车手总冠军确定了之后 ，F1 比赛的看点也就只剩下车队总冠军了。2005赛季是 V10 的最后一年，也是当时最长的一个 F1 赛季，全年有19场比赛。由于轮胎规则改成了除特殊情况，比如下雨、爆胎之外，必须要用同一套轮胎跑完排位赛和正赛，所以用着不太坚挺的普利司通轮胎的法拉利，在舒马赫统治围场5年之后，被 FIA 拽下了神坛，围场也变成了雷诺和迈凯伦、阿隆索和 Kimi 之间的决斗。在收官战上海之前的18场比赛，雷诺赢了7场，阿隆索赢了其中的6场，而迈凯伦赢了10场， Kimi 赢了其中的7场。单从这个数据来看，迈凯伦明显占优，但是阿隆索却已经提前2站锁定车手总冠军。迈凯伦也因为蒙托亚在日本的退赛而被雷诺反超2分，这样反差的数据足以说明迈凯伦的稳定性有多差， Kimi 有多倒霉。虽然 F1 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被人夸快会感到开心的一项运动，但只是快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来到上海之前，迈凯伦的士气是非常高昂的，毕竟 Kimi 在上一站日本刚刚上演一场从第17起步夺冠的大逆袭，并且在最后一圈绝杀了争冠对手雷诺的费斯切拉，但是引擎上的问题依然令人担忧。当时的规则是一套引擎至少要撑过2场比赛，雷诺给阿隆索和费斯切拉都换上了新引擎，还上了新的升级，但迈凯伦是旧的，连能不能撑住这第2场比赛都是个问题，在他们这儿快和持久无法兼容。而雷诺为了迷惑迈凯伦，特意在练习赛调低了引擎转速，让迈凯伦误以为雷诺会轻油跑排位赛，占据前排发车位。果然排位赛上藏了裤裆的阿隆索领先费斯切拉 0.321 秒拿下杆位。虽然他们采取的是重油起步占据策略优势的战术，但全新的引擎加上全新的升级还是让他们领先着迈凯伦。Kimi 在他的第100场大奖赛上落后阿隆索 0.4 秒排在第3，蒙托亚则落后杆位1秒多排在第5，中间夹着个巴顿。迈凯伦的起步载油量好像比想象中的多，而雷诺也很有可能牺牲费斯切拉，用他们这套低下压力调教挡住身后的2台迈凯伦，以确保拿下车队总冠军。那么法拉利和舒马赫呢？他们依然看不到拿下赛季首场真正胜利的希望。舒马赫落后阿隆索 1.2 秒排在第6，而巴里切罗排在第8。至于为什么要加上真正的这3个字，因为2005年美国站那场胜利，我估计舒马赫本人都不愿意再提。而出场前的一场事故也让法拉利和舒马赫这糟糕的一年在快结束了的时候更糟心了。舒马赫在出场圈为了省油降低了速度，他想当然的向左边线让路，却没看到后面米纳尔离车队的阿尔博斯，最终造成事故。舒马赫的左前悬挂断裂，左后轮爆胎，侧箱也严重受损，3轮车重现江湖。可惜这次他没能开回维修区，换上备用车开的舒马赫和阿尔博斯也只能从维修区起步，舒马赫也收到了一次警告。这是米纳尔离车队参加的第340场大奖赛，也是最后一场，下一年他们就要变成小红牛了。现在所有赛车除了舒马赫、阿尔博斯和卡斯基延都驶上了发车格，那么究竟是迈凯伦能证明自己逆袭夺冠，还是雷诺能稳如老狗守住领先呢？56圈之后一切都将揭晓。不是哥们儿，灯都亮了，你怎么才想起来摇绿旗呢？不管了，五盏红灯熄灭，比赛开始。阿隆索的起步非常好，而2台迈凯伦也不错，蒙托亚超过了巴顿，Kimi 想要爬头，或是费斯切拉走了防守线，这一下就让阿隆索跑得远远的了，第1圈就拉开了2秒的领先优势。雷诺这台随便造又加了升级的引擎，再配上低下压力调教，在上海这条高速赛道足够迈凯伦喝一壶的了。借此机会，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BAR 车队是如何教萨托桑起步驶入1号弯的。Right. Sauber on your right. Left, Toyota on your left. Great start, now Saku, just settle down now, settle down. 萨托桑在 F1 虽然没少坑本田，但作为19岁才开上卡丁车的车手，这心态还是很强我开高速的时候，副驾要是突然吼这么一嗓子，我得吓死。尽管如此，他还是抢跑了，被罚通过维修区。到了第8圈，比赛依然风平浪静，节奏完全掌握在雷诺手中。阿隆索已经领先费斯切拉将近8秒，领先 Kimi 9秒多。而现在费斯切拉为了多跑1圈再加油，还要放慢每圈的速度去挡2台迈凯伦，算是弥补了上一站被 Kimi 绝杀的昏厥表现。一切都向着最利好雷诺的方向发展。Kimi 已经开始挣扎了，在2号弯滑了一下，显然蒙托亚现在是更快的。阿隆索的领先优势已经超过了一条直道的距离，就算费斯切拉掉到第4，那么他们还是能比迈凯伦多拿1分。迈凯伦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2位车手省油省胎，然后期待一些意想不到的转折。
转折这不就来了。第18圈，蒙托亚压到了什么碎片，随后安全车立刻出动，蒙托亚和巴顿马上进站，但迈凯伦是给蒙托亚换了右前轮，显然是受到了那块碎片的影响。2005年是不可以同时进站加油和换胎的，他还要再进一次，这是一次被迫进站。这也不是一块普通的碎片，而是一块重达20公斤被赛车气流掀起来的井盖，安全车出动就是为了把这块井盖重新安回去。从回放来看，蒙托亚的视线被完全遮挡，根本看不见这块井盖，就是纯倒霉。而就在4个月前的 V8 Supercross 上海站，马克东迪尔同样压到了一块下水道方形井盖，被打坏了底板，不得不退赛。早在2004年 F1 第一次来到中国站时， FIA 就发现了上赛有20个井盖的固定件坏了，这次更是4个月内2次发生同样的问题，导致事故。等到蒙托亚2庭出战时，已经掉到第13了，直接给迈凯伦争夺车队总冠军的希望浇了一盆开水。但同时，安全车的时机正好是1庭的窗口，昂隆索对 Kimi 将近20秒的领先优势也不复存在，而且2台雷诺加的油要比2台迈凯伦少，策略上的博弈似乎还没有结束。此时舒马赫突然犯了一个巨大超级低级的失误，他在安全车的情况下，在他下一年的队友马萨身后spin了，结束了连夺5冠之后的第一个赛季。舒马赫赛后解释说是轮胎温度太低，为了躲开马萨才冲了出去，他甚至不知道这套轮胎能不能撑到比赛结束。这起事故之后，就连德国媒体都开始怀疑，以法拉利现在的水平和舒马赫的竞技状态，他还能不能拿到第8冠了。第25圈，安全车进站，比赛重新开始。入场圈被舒马赫撞了的阿尔博斯开始发力，作为一辆被套圈车，刚刚驶过起跑线就被阿隆索拉开了3秒。但菲斯切拉显然是不会抱怨的，他恨不得阿尔博斯多挡他几个弯。而蒙托亚在挣扎了7圈之后还是退赛了，井盖已经打坏了侧箱和进气口，最终导致引擎过热趴窝。除非阿隆索领跑退赛，Kimi超过菲斯切拉夺冠，否则迈凯伦不可能拿下车队总冠军了。然而就在仅仅5圈之后，印度第一位 F1 车手卡斯基延在乔丹车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上，在刚驶过最后一弯之后，把赛车碎片撞出了10米远，还差点带走小维伦纽夫。这3支即将谢幕的车队，索伯、米纳尔迪和乔丹好像都被诅咒了一样，都多多少少沾了点事故，现在就索伯幸存着。由于比赛只剩29圈，所有赛车都进站加油，一跑到底。此时费斯切拉再次牺牲自己成就阿隆索，因为刚才1庭时2台雷诺比迈凯伦加的油少，所以2庭必定要消耗更长的时间。费斯切拉通过压车成功保住了阿隆索的领先位置，虽然自己被 Kimi 超了过去。Just so you know, everything, and I mean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There is no need to panic. There's no need to try and go crazy or overtake any of these guys in front that are stopping again, okay?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车队告诉费斯切拉完全不用慌，因为现在蒙托亚已经退赛，昂隆索和 Kimi 之间夹着3台没进站的慢车拉尔夫、舒马赫、马萨和克莱恩。在油量相近的情况下， Kimi 基本不可能在23圈之内干掉3台车，然后再超过阿隆索。更何况他们仨没2庭的油量更少，跑得更快， Kimi 只有在他们进站之后才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第35圈，比赛重新开始， Kimi 也是有点心急了，在11号弯锁死，这一下直接让 Kimi 1圈就落后了阿隆索将近6秒。趁着 Kimi 赶路的时机，我们来听听当时 F1 维修区记者路易斯好人是怎么逗笑卡斯基延的。 And it was a pretty big impact as well, wasn't it? You must have felt that one. It was okay. It wasn't that bad. 从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出来，法拉利的普利司通轮胎在当时是有多差劲。还剩17圈，巴里切罗就开始不停的打滑，一台法拉利甚至被威廉姆斯、BAR 和红牛给咬住了。但威廉姆斯的宝马引擎直线速度不如法拉利，所以巴里切罗还能勉强守一守。随着巴里切罗在5圈之后第14号弯的一个大锁死，马克韦伯和巴顿成功超了过去，把巴里切罗挤出了积分区。下一圈相同的位置，库特哈德也过去了，送给法拉利2005赛季一个双车0分的天崩结局。此时比赛还剩8圈，拉尔夫、马萨和克莱因都2庭进站过了，留给了 Kimi 一片13秒的干净空间。费斯切拉因为安全车期间压车太严重被接受调查，当时 FIA 正在严打这个问题，要求安全车期间和前车的差距不可以超过5个车身，但费斯切拉少说拉出了20个，正好撞枪口上了。
等着他的将会是通过维修区的处罚。而由于这个调查花的时间太长了，20多圈之后才罚，差距早已拉开，所以费斯切拉出战之后仅仅掉了1个位置，甚至还有可能把拉尔夫反超回来。Kimi 也开启了野兽模式追击阿隆索，8圈追了9秒，可惜留给迈凯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阿隆索冲线拿下赛季第7场胜利，追平了 Kimi 的胜场数，同时为雷诺锁定了车队总冠军，Kimi 亚军，拉尔夫赛季第2次登上领奖台。We are the champi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虽然夺冠的是阿隆索，但受到雷诺车队更多表扬的是费斯切拉，领队布里亚托利更是直言不讳。他说：“我让费斯切拉去阻挡 Kimi， 他做到了，同时也弥补了零路被 Kimi 绝杀的失误啊，不愧是头场尾号压力怪啊！”布里亚托利还顺便嘲讽了迈凯伦领队罗恩丹尼斯，因为丹突在阿隆索提前锁定世界冠军之后，说一支车队在赛道上的表现和技术实力才是衡量世界冠军的标准。迈凯伦明显有更好的赛车和更好的车手，而阿隆索需要证明自己在压力下也能取胜，因为他能提前锁定世界冠军，完全靠的是赛季初积累的巨大优势啊！费斯切拉才是 MVP， 阿隆索是躺赢狗。在罗恩丹尼斯的领导下，迈凯伦的胜利无处不在。阿隆索这场碾压式的 pole to win 给了布里亚托利巨大的底气。他说，正是罗恩丹尼斯那些言论以及媒体的炒作，让雷诺下定决心拿下车队总冠军。而他们也用无以伦比的统治力做到了。而在这些血雨腥风背后，一位6岁的少年挥舞着一面蓝黄色旗帜，第一次来到了上海国际赛车场。而在19年后，他的身份变成了中国第一位 F1 正式车手。Erase myself and let go of